华师兄，就是这个方案，不仅勾结魔道，还占据我一条手臂。华师兄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羽化门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退下！怎么是勾结魔道呢？明明是你们正道门派内讧，与我魔道何干？既然此事与魔帅无关，就请回吧，免得提前引起先天魔宗和仙道石门的冲突。此事虽与我无关，但此子保护清雪有功，我魔帅保下了。对了，华师兄，我刚刚还看见这风清雪跟他从地底出来，那里可是有妖神祭坛，要不是这厮与魔道勾结，如何妖神会放过他们？聒噪！应天晴，你敢这样接二连三的羞辱我！在地底诛杀妖魔，反而事到如今，却要被同门追杀，魔门保护。我父亲放在眼里，就是不将仙道石门的人放在眼里啊！我为何要将仙道石门的人放在眼里？华师兄，华师兄！看来仙魔大战未起，先天魔宗就要后继无人了。那就先杀了你，再清理门户不迟。天寒玄冥境。红叶，我跟他的境界差的仅仅只是这外邪的气息，就……方寒，无需长他人志气。这厮看似霸气外露，但水平离长生秘境差的还有段距离。待我恢复之后，也不过是些灰灰罢了。我劝你冷静点，这厮虽还不是长生秘境，但绝不是红粉之辈，不是现在的你能觊觎的。我知道。别动！放心，堂堂魔帅不可能没有后手。稍安勿躁，就算真的要逃，还有我呢。白骨血舍利！
好了。这枚丹药神力充沛，想必是先天魔帝应先天为这小子保命准备的。他居然舍得送给别人。你和清雪什么关系？师姐带我进入仙门，对我有知遇之恩。刚才情况紧急，多谢魔帅出手相助。既然清雪将你带在身边，想必是信任之人，怎会如此羸弱？想报恩也要有报恩的实力。我看你出使七煞葫芦，还有些不得要领。但你护清雪有功，这样，我赐你7口飞剑，助你祭炼七杀剑阵，葫芦便可以发挥更大作用。这魔道之人虽救了我与师姐，但这赠剑却隐隐透着些古怪。不可，此举应该另有深意。我乃是仙道门派，你是魔道之人，本就水火不容。魔帅好意，方含心领，但我不需要你的飞剑，日后我必加倍修炼，自然不会缺少灵气。哦，既然你拒绝飞剑，想必不是一个愿做依仗武器法宝之人。但以肉身为依仗，便自然需要一身横练的本事。不如我点拨你几招，想必你一定不会拒绝。听好了，天地之气，汇之六合，一念成善，一念成魔，与日则寿，与命则厚。意欲折磨而不能事，以堕色而不闻九阴，以血敌身不侵外物，以肉铸甲百炼成金，魔气自然而生。空聚血过云门，由中枢至闭关，周天而复始，复始而周天，这便是大魔金身。应天晴，清雪，清雪，你醒来了。你这弟子天资不错，我刚刚传授了他大魔金身，想必日后一定有所成就。都记住了吗？多谢魔帅。应天晴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刚才你闭关疗伤，遭遇同门偷袭，倚着手下不敌，而我正好路过，就帮了你们一把，转来此地。我也是见你这弟子虽自身孱弱，却敢于护主，所以才打算赐他灵剑，助他提升。怎奈他性情桀骜，不肯受之。无奈，我也只好换成功法，他才勉强答应。魔门功法总是需要锤炼一下肉身的，实在怪不得我。很好，我们方家之人，的确是不需要任何施舍，连堂堂魔帅、先天魔帝之子都敢拒绝，比起我的那些弟弟妹妹，却要强上很多。师姐，这是您的葫芦。本来这葫芦是不准备给你的，但是你的风骨颇得我赞赏，这葫芦你也就拿着，凭借它度过最困难的肉身界，在羽化门争得地位。谢师姐。看来我疗伤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还颇多。回禀师姐，金石台、石龙子，还有花天都。清雪不必过心，
不过是一些宵小之辈，来做一些偷鸡摸狗之事而已，都已被我一一化解。你虽然刚刚助我，但你也清楚，我身负掌教寄托，就算你不来，我也是有万全之策的。你还是这个性子，连妖神你都敢和他动手。要知道，妖神连我父亲都忌惮3分，要是你有个3长2短，够了。你我并不相欠。回首当年我们2人在大北洋归墟出狱，遭遇到水谷天魔围困，归墟相互交换道术，天魔仙魔合一，天地广阔，却要有相应的实力，才能肆意支撑。你我间的纠葛，早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，何必？互通道术都是两相得益的事情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如今仙魔大战即将再起，你我一仙一魔，势如水火，最好不要过多纠缠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仙魔大战我并不在乎，我也不想划分什么仙道魔道，你我共同在这天地之间修行，求长生超脱，有什么不好？罢了，看到你没事，我心甚慰。就此别离。方寒，我记住你了。实力虽弱，骨头却很硬，祸在旦夕之间。我魔帅做事，从来没有人违逆过我的。今天看在清雪的面子上，我是污了你，但下不为例。魔帅有魔帅的尊严，他要杀你，我阻拦不住。等你实力强大了，再说想说的话吧。你这瀚海沙漠一行的经历，我已大致了解了。可惜王墨林已死，金石台勾结魔道之事，死无对证。你虽是护我斩他一臂，但却是以下犯上，这是既成事实。金家家主是有实权的丹房大长老烈阳子，定不会就此罢休。瀚海沙漠是金石台构陷同门，并导致红衣殒命，只砍断他一条手臂，怎么还成我们的错了？我知你心有不甘，但强大才有公平。本来杀死王墨林，你应该会得到一枚阴阳万寿丹，但丹房大长老烈阳子为了儿子断臂之事，必会从中作梗，万寿丹肯定无望。普天之下，不管仙道还是魔道，哪里不是弱肉强食？我会在闭关疗伤前，将金石台勾结魔道伤我之事，以及你如何削去他手臂之事，一并上报给掌教。掌教定会公允处理。目前你的外门身份太过飘摇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早日成为内门，或可长臂或缓。明日一早，你先带着修罗骨刺去内仙院报名内门，我也会亲自助你提升实力。不过你要记住，我若不在之时，凡事务必隐忍，低调行事。是。萧石，你别怕，我姐姐虽然对外人杀伐果断，但对自己人很好的。不过此行仓促，都没有提前递上拜山的名帖，实在是失礼。你堂堂不夜岛的少岛主，怎还在乎这些俗世礼节？放心吧，不夜岛啊也是家世渊源，姐姐不会反对你我之事的。另外，你既已是我方家之人，我会跟家父商议，将青薇许配于你。
你二人互通道法，对双方的突破肉身桎梏都有助益。外门也好，内门也好，最重要是尽快进入神通秘境。此境不同于肉身境，更重精神上的感悟。师姐不，小石，快点！姐姐。姐姐，青薇，姐姐，瀚海沙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可真厉害！啊，我没弄疼姐姐吧？不妨事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今天青薇就是特地来看姐姐的。另外，给姐姐介绍一个人，小石，还不快来参见我姐姐？羽化山，外门弟子萧石，见过方清雪师姐。姐姐，别看萧石自称外门弟子，他其实是南海不夜岛的少岛主呢。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海外散修，母亲呢和姐姐一样，是玲珑福地的真传弟子，修行都已经达到了金丹境了。我们这次来是想找姐姐商量一件事，不过下人是不方便听的。喂，那谁，还不快快退下！青薇，方寒护我有功，我已通知父亲，去掉方寒的奴籍，收为义子。而且，方寒和你早已经是同门弟子，不得口无遮拦。姐姐，你竟然为了一个下人凶我！就算取消奴籍，在我眼中，他也只是个养马的。再说了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还不都是姐姐给的修行机会？说他有功，那瀚海沙漠一役，为何我姐姐伤成这样，他却毫发无损？定是他贪生怕死，看我不先抽他几鞭子！住手！姐姐，你为什么总护着他呀？师姐，我还要准备内门报名之事，方寒就先行告退了。姐姐，你看他，越来越不知好歹了。青薇，我还要静养调息，你送客吧。姐姐，姐姐。都怪你，走了。青薇，以你的身份，何必被一个马头影响心情呢？